爹，您偏心，您给一只机关木巧喂那种发光的仙水，都不给您亲儿子喝一口。你一个花甲之年的人了，跟一只机关雀计较什么？这灵泉水凡人虚不受补，你喝了得在宫房里蹲上3天。爹，儿子身子骨硬朗得很。前天为了给您抢那尊玉雕太师椅，我硬是把皇商总会的3个老家伙都给熬趴下了。我是大庸首富，我能连一只木头鸟都不如？老头儿不行，老头儿虚。爹，您听听，这破木头敢骂我！护院呢？去，给我把这鸟的零件拆了当柴烧。你敢拆清灵的灵界，我就把你那几根不舍得剃的白头发全给拔了。您800年没见儿子，一回来就收编了一只鸟，儿子心里苦啊。外面那些人看我是首富，都怕我，只有在您面前，我才是那个渴望父爱的小石头啊！行了行了，别在这儿跟我演苦肉计了。今日商会没事情做，你这首富当得这么闲？爹，咱们李氏商行现在运转极其良好。就算儿子1个月不看账本，库房里的银子也够买下半个京城了。爹，今天儿子哪儿也不去，就专门在家伺候您。既然你这么闲，不如陪我出去走走。我听说你那个大孙子子轩，在城南老街那边揽了个什么铸造营造的工程。爹，您别提那个混小子了。我堂堂首富的大孙子，放着千亿家不去继承，非要跑去当个和泥砌砖的泥瓦匠。他还搞了个什么透明施工，我的砖缝里没有猫腻的规矩。我还专门派人去想把他的厂子砸了，让他回家。结果他跟我放狠话，说不靠家里也能凭手艺立足。怎么，手艺人丢你首富的脸了？你小时候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，是谁去给人做木工，换了一口糙米粥回来喂活你的？爹，我错了，爹，儿子绝对没有看不起泥瓦匠的意思，儿子就是心疼子轩那小子，每天起早贪黑在工地里吃灰，怕他累坏了。少说漂亮话，备马车，去子轩的工地上看看。管家，快备车，把那辆8匹马拉的镶金彩马车牵出来，给太爷爷开道。低调点儿，我不想被路人当成猴子围观。套你最不起眼的马车。爹，家里最便宜的就是那辆用来拉杂物的轻棚马车了，要不您凑合凑合？老祖出巡，老祖出巡，闲人退散。爹，其实子轩那小子最近遇到点麻烦，隔壁那家金鼎营造局的老板崔健一直在背地里搞小动作，想挤兑子轩的工程。同行相争，同行相争，各凭本事。如果子轩连这点事都扛不住，那他也确实该滚回你的商行去打算了。如果是正经竞争也就罢了，那个崔健不要脸，听说他花钱雇了城里的闲汉造谣，还找了个什么极具名气的建筑看校官，准备今天去子轩工地上搞事情。爹，儿子咽不下这口气。要不我直接让掌柜把那个什么金鼎营造总连地皮一块买下来，明天就改成茅厕。你这脑子里除了砸银子还能有点别的吗？人家是在营造手艺上找茬，你用银子压人，赢了也是输了面子。我李家的子孙必须赢在手艺上。那爹您说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那混小子被人欺负吧？你当爹这800年是白活的，今天爹就让你开开眼，什么叫真正的仙家手段。好嘞，爹，
儿子早就把纸笔准备好了，今天一定好好学习您的鬼斧神工。老头记笔记，老头子学着点儿，嘎嘎。爹，你闻闻这石灰味儿，堂堂千亿商行的继承人，天天在泥水里滚。我那几百平米铺着波抓地毯的总账房，他是一天都不肯去啊！闭嘴！你再这么絮叨，我就把你塞进砖窑里烤了。进去。他就是我的大孙子李子轩。您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说过，我的工程不需要李氏商行的任何铜臭味赞助，更不需要您派那些所谓的皇家大将来指导，我要靠自己的手艺立足。混账小子，我那是心疼你！你以为我想关你这破墙？你看看你这生意，冷清的连个飞鸟都没有。隔壁那个姓崔的就差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了，你还跟我搁这硬气！同行竞争，我只认质量。他崔健爱搞什么手段就让他搞，只要我的砖缝里没有猫腻，真正的东家自然会留下。你懂个屁的商战！人家今天连城里最有名的看检官都请过来了，就等着砸你的招牌。你那破砖墙能挡得住那些闲喊嘴吗？你看这出去！吵够了没有？我今天出来是看孙子的，不是来看你们斗鸡的。这位公子是您新收的幕僚？爷爷，您收幕僚的品味越来越离谱了。这么年轻的小生，你也信得过？放肆！你这逆孙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想害死你爷爷我吗？还不快跪下！这是你太爷爷！太爷爷，您说他是我太爷爷？爷爷，您是不是最近看修仙画本看魔怔了？这位公子看起来还没我大。800年没见，我们李家的种倒是长得越发精神了。不用管你爷爷这咋咋呼呼的毛病，我叫李玄机，确实是你太爷爷。当年闭关修行，现在才出关看看你。这不符合常理啊！您这气色，您这骨相，您真的是太爷爷？别拿你那点世俗的见识来揣测你太爷爷，让你叫你就叫，你太爷爷手段通天着呢。太爷爷好，我叫李子轩。行了，虚礼免了。子轩，带我去看看你引以为傲的砌砖手艺。凡俗泥灰，火候到了，但坚固不足，对付寻常风雨尚可。若是遇到存心找茬的恶人拿铁锤来砸，这墙扛不住他们的蛮力。太爷爷，这已经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糯米亚浆了，如果不加那些伤天害理的剧毒凝固剂，这就是极限了啊！爹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仙家秘宝？快拿出来，给这小子开开眼！太爷爷，这土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加进去能有什么用啊？喝。神技，这就是太爷爷的神技。记下来，点泥成玉。这招要是能用在商行的钱库建造上，我能省下500万两巡逻费。老头俗气，老头钻钱眼儿，嘎嘎。拿着。今晚若有人来砸场子，无论对方使什么下造手段，只需用此回阳穿击最后一面主墙，足以抵挡世间一切刀斧加身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这就是最近在城里吹得神乎其神的归凡铸造。今天老高我倒要替大家验一验，这究竟是良心工程，还是草菅人命的豆腐渣？给我推门！妈的，这群苍蝇还是来了！爹，儿子这就叫家丁把这帮龟孙子丢进护城河里喂王八！急什么？好戏才刚刚开场，今天我要让他自己把收的黑钱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这就是号称砖缝里没有猫腻的墙。老夫看这砖缝里全是开拱，稍一用力就会坍塌。这种黑心匠人，简直是大雍朝的毒瘤。高大人说的对，我们金鼎营造局的墙那可是用精铁加固的。王老板，你若是现在认输关门，我还能给你留口饭吃。废话少说，高大人既然说我的墙不结实，
那就请您亲自拿大锤来砸。若能砸下一块砖，我立刻砸了招牌，滚出京城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给老夫碎！啊，我的手！我全招了，是崔家给了我5000两银子，让我故意来污蔑李老板的枪是空心砖，这枪乃是仙家手段啊！小人瞎了狗眼。手艺从来做不了假。太爷爷、老爷，不好了，二小姐青云出事了。青云，她不是被发配到南荒去给镇南女将军种田筹措军粮了吗？谁敢欺负我李金山的孙女？是老奴刚收到的消息，是南荒当地的土霸王皮完山，他垄断了南荒所有的粮种和水源，要求二小姐签下卖身契，否则就断水断粮，让10万大军饿死，还要治二小姐贻误军机之罪。放肆！一群南荒蛮子，敢把肮脏的手段用到我李家孙女头上，立刻给我调集天下粮商！我要用银子砸死那个皮万山！愚蠢的冲动！你从京城运粮过去，山高水远，大军早就饿死了。爹，那您说怎么办？南荒的土霸王，看来是缺乏管教。我这个护短的太爷爷有必要亲自去一趟，教教他们什么叫规矩。李小姐，没有我的种子和水，你这万亩荒地连根草都长不出来，还是乖乖从了我吧。你休想！我李家的人宁死不屈。谁说长不出东西？神仙降世了！垄断水源，从今日起，南荒的水土听我的。爹，小孙子邵瑶也出事了。京城赵家那个纨绔大少骗进了传说中的太玉幻阵里，那阵法极其凶险，身势一旦在里面受损，现实中就会变成白痴。赵家大少甚至放出了9天传音符，悬赏阵法里的各路恶徒追杀赵友。太运幻阵听起来像是个供神识游历的残配小世界，既然是阵法，当年这阵法的设计图还是老夫随手涂鸦丢掉的废稿，给我备好入阵的警示。既然赵家大少喜欢在幻阵里立规矩，那我就进去，把他的规矩碾碎。你就是李少随请来的救兵。区区炼气1层也敢来太虚幻阵送死，赵少爷有令，杀你1次，赏灵石10万，一瓶矿泉10万。悬赏我，很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。这太判幻阵，从今日起，我李玄吉说了算。这是何等逆天的神通！一些随处可见的朽木，竟能绘出撕裂太虚剑垒的剑气。这位前辈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怎么回事？本少爷花重金雇佣的血煞13期，怎么在瞬间全部神识溃散了？这初始地难道闯进了什么隐世老怪？少爷，出大事了！李少峰那边突然冒出一个自称李玄机的怪人，他身上分明只炼气1层的微弱灵波，却只用了1招就把13期全给斩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放话说以后这太虚幻阵得由他说了算。大言不惭，在京城除了皇家，我赵家就是天。在这太虚幻阵里，只要本少爷的灵石管够，
就算是真仙下凡，我也能拿阵法规则压死他。传我的9天敕令，太虚诛修听令。李玄机公然免试阵法体律，本少出价100万上品灵石，外加1本地阶功法，取他神识印记。阵法殿的4大镇守长老立刻开启9霄诛魔杀阵，给我把他轰成渣！太爷爷，你快撤出石吧！赵天狂动用了幻阵的最高权限，4大镇守长老可是阵法演化出的半步化神期怪物，加上诛魔杀阵的威压，你的这缕神识会承受不住凡噬的。最高权限不过是借着几块破石头强行催动阵眼罢了。阵法一道，讲究的是天地机理、五行推演，岂是这种靠砸灵石的粗鄙之法能懂的？四象失衡，八卦逆位排布，等千疮百孔的阵纹排路，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断贪狼，逆巨门，破军，阵眼散。这怎么可能？太爷爷连法力都没动用，只是隔空点了几下，这号称绝对无敌的诛魔杀阵就瓦解了。拆解这等简陋的阵纹的阵键，何须用力？找准脉络，借力打力罢了。这造阵之人，基本功实在太差。不可能！4大长爪是幻阵的最强机运，他凭什么能无视规则直接抹说阵眼？他到底是人是鬼？仗着财富挥霍无端的纨绔，现在该我立去规矩了。你别过来！我这是大刀宫的神书，我赵家先生绝对诛你9族！诛我9族？800年来，敢对我说这句话的人，坟头草都已经化作飞灰了。太虚幻阵，以神识为引。今日我便废了你这缕在阵中作恶的神识，让你知道真正的敬畏是什么。这等乌烟瘴气之地，留之何用遂？爹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少游突然从入定中醒来，吓得语无伦次，说是阵法崩塌了。太爷爷威武！太爷爷神通盖世！您在里面那一指破阵的风采，孙儿这辈子都忘不了。赵天狂那个混蛋的神识印记彻底碎了，以后再也进不了幻阵了。雕虫小技罢了，不过是给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提个醒。爹，您这一出手，直接把赵家那小子的根基给废了。刚才户部尚书府那边乱成了一锅粥，到处在请名医，真是痛快！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仗势欺人？老祖福鼎，神识尽碎，嘎嘎，天下无敌。经此一夜，京城里的那些老家伙，估计也该知道我李玄机回来了。签下去，李家子弟在外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天塌下来了，太爷爷给你们顶着。什么人狗胆包天，竟敢强闯大庸首富的宅邸？护院、暗卫，全给我出来！李金山，这满身铜臭的奸商！你家那个不知死活的隐修，竟敢在太虚幻中毁了我儿天狂的尸骸！你让他变成了一个终生流口水的白痴！今日我要你们整个李家陪葬！赵德言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是你儿子先设下毒计谋害我孙儿烧油，
这叫技不如人，咎由自取。我李金山乃是先帝御赐的皇商，每年享教国库白银1000万两，你敢动我？哼！区区商府也敢在皇权与仙道面前犬吠？赵大人乃朝廷命官，你包庇废棋子的凶手，便是形同谋反。老夫今日奉旨查抄李家，识相的把那个叫李玄机的狂徒交出来受死！做梦！那是我们李家的老祖宗，你们想动他，除非从我李金山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行了，退下吧，一把年纪了，逞什么能？爹，这可使不得呀！那是皇家禁卫和吴国师。听说他手里托着的那尊宝塔是咱们大雍朝的镇国神器九龙窟窿塔，能镇压一切化神期修士。咱们要不先从密道撤吧？老杂毛，拿假货，破塔烂塔，嘎嘎，丢人现眼，丢人现眼！你就是那个废了赵公子的李玄机，哼！连一丝真元都感知不到，看来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邪法器。今日本道师就用这镇国神报你神魂俱灭！在伏龙塔下，就算你是真仙下凡，也得脱层皮！我要亲眼看着你被炼化成一滩血水，以为我而在天之灵！800年了，我当年闲来无事用来压腌菜缸的破烂玩意儿，居然被你们当成了镇国神宝。这大雍朝的炼器传承是彻底断绝了吗？狂妄庶子，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！这9轮伏龙塔乃是800年前大雍朝开国国师习义天尊亲手炼制的无上至宝，你竟敢侮辱天尊遗物！给我站！收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的本命法宝，你做了什么？当年炼制这玩意儿的时候，火候差了3分，导致第3层的铭文刻歪了，塔基常年漏风。我顺手就扔在御膳房压酸菜了。你这蠢货，竟敢拿它来镇压它的主人！你说你是这塔的主人？800年前，玄机天尊，不，天尊早已白日飞升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妖术，绝对是妖术！来人啊，禁卫军，给我乱箭射死他！冥顽不灵。爹啊，你真的是太猛了！儿子这辈子能有您这么个爹，祖坟冒青烟啊！我们李家以后在大雍朝横着走都没人敢管了。皇上驾到！叩见祖师爷，不孝子孙，大雍第27代国君叩见祖师爷。不知祖师爷降临，这些不长眼的东西冲撞了天颜，请千子养罪。800年未归，皇室的规矩散了，连阿猫阿狗都敢来拆我李家的门头。皇帝，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？
祖师爷息怒，是徒孙治国无方，让这群兔才弄脏了您的门楣。吴道子这有眼无的狗东西，朕立刻出动的讨公止血，废去他其国师之职，废去他一身修为，发配北韩之地，永不利用。至于赵家，全族流放，家产充公，绝不姑息。李家这扇被毁的大门，朕回宫就命人将太和殿的紫金盘龙门拆下来，亲自带人给您装上。皇上，您这诚意还算凑合，不过太和殿的门是不是太高调了？咱们李家可是正经本分的生意人，从来不爱出风头的。老头虚伪，老头想装叉，嘎嘎。太和殿的门俗气得很，金灿灿的黄眼睛。大门的事儿让金山自己找木头补上就行。行了，带着这群废铜烂铁滚出我的清净地。往后若是再有皇家的人仗势欺人，徒孙明白，徒孙这就下发圣旨，大雍朝内见李家人如见真龙，谁敢放肆诛九族，徒孙这就滚，立刻滚！爹，这回您可一定要帮帮老四啊！天狼国的使团欺人太甚了，他们这是明摆着要砸咱们大雍朝的场子，更是要断了咱们李氏商行的信誉啊！老四，你是说你那个痴迷于古玩倒腾、号称天下第一神眼的四孙子李百健？就是那个不争气的臭小子！今天聚宝阁举办3年一度的万宝大会，天狼国的第一神号称是居然上古仙神遗物的机关所来踢馆。那赫连铁当着全城权贵和各国使节的面放话，说如果大雍朝的鉴宝师解不开这锁，就说明大雍朝气数已完，要求皇上割让北滨3座城池。老四作为聚宝阁首席鉴宝师，已经在台上满头大汗的鼓捣了3个时辰了，连个锁眼都没摸上。皇上现在急得在宫里直揪胡子，派人传信来求您老人家出山呢。上古仙神遗物，有点意思。这世间敢称仙神遗物的东西可不多。走，爹带你去瞧瞧，那群塞外蛮子挖出了什么破铜烂铁。爹，有您这句话，今天天狼国那帮孙子的脸绝对要被打肿。管家，立刻备马车去聚宝阁。去聚宝阁！这不可能，这符文的排列根本不符合当时的阵法逻辑，解不开，这绝对是解不开的死局。什么天下第一神眼？我看是天下第一瞎子吧！大雍朝的废物们！这可是我天狼国在极北冰原深处一处远古遗迹中发掘出的9死天机锁。此所内藏有直指大道的仙家至宝。既然你们大雍朝无人能解，那北京的3座城池，明日我天狼国的大军便去接收了。大言不惭的蛮夷，一块铁疙瘩，也敢妄图换我大雍3座城池？爷爷，你总算来了！孙儿无能，丢了咱们李家和皇室的脸啊！没用的东西，还不快给你太爷爷让位！今天有你太爷爷在，这天下就没有打不开的锁。这是太爷爷！装神弄鬼，大雍朝是没人了吗？找个毛头小子出来顶包。9死天机锁乃是天地孕育的神物，触之即发9死劫难。你若不怕死，大可来试。太爷爷小心，这球体表面的针纹是活的，一旦触碰错了一个节点，就会释放出足以秒杀元婴修士的寂灭黑雷。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是你们在极北冰原的遗迹里挖出来的，还称它为9死天机锁？不错，此乃我天狼国的镇国之宝。蛮荒之地果然没见过世面。800年前，我养过一头檀墨玉麒麟，因为怕它偷吃我炼丹房里的灵药，我便随手用几块玄铁边角线给它做了个防贪吃喂食球。里面的禁制不是什么寂灭黑雷，那是为了电击我那头坐骑，防止它暴力拆卸的防拆装置。
一派胡言！你竟敢侮辱我天狼国神物是你的狗盆，找死！这就是你们说的仙家世宝，一块风化了800年的牛肉味高阶寿饼，看着牙印，估计当年没少硌他的牙。怎么，你们天狼国的人想尝尝我坐骑的剩饭？笑死老夫了！神物原来是个喂宠物的食盒，还九死天机锁，拿个麒麟吃剩的饼来换咱们3座城池，天狼国怕是穷疯了吧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国师傅耗费了3代人的心血研究的神物，竟然是个饭碗！爷爷，你才是真正的神眼啊！一眼定乾坤，这破铁疙瘩在你面前连个屁都不是。学着点儿，所谓鉴宝，见的不是物，是眼界。被外表那些花里花哨的障眼法给唬住，你这鉴宝师也算是白当了。来人啊！把这个拿狗盆来诈骗的蛮子给我丢出城去！顺便通告天下，天狼国欠我们大雍朝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拿狗盆当宝，没见过世面，嘎嘎，贻笑大方。金山，回来！闹腾了半天，家里的燕窝粥该凉了。爹，这冰蚕丝扇出来的风带着天然的灵气，您吹着可还舒坦。这可是儿子花了重金从极寒之地收购来的。凑合吧，就是你这扇风的节奏不对，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心不静风就燥。爹教训的是，儿子这就静心，只要爹高兴，儿子就是给您扇一辈子风也。500套！爷爷，孙女不孝，恐怕以后不能给您尽孝了。天剑宗宗主古云峰为了夺取我体内天生的先天军剑骨，给他儿子续接灵脉，竟诬陷我偷盗宗门诈宝。他们现在要将我押上诛仙台，仇杀剑骨。爷爷，别来救我！天子宗底蕴深厚，你们斗不过他们的。欺人太甚！天剑宗，古云峰，我李金山就算散尽1000亿家财，雇佣天下所有的杀手，也要把你们天剑宗满门屠尽！我的红袖啊！抽骨剥筋，丧尽天良！嘎嘎，全宗当灭！称出剑骨，天剑宗现在的掌权者胆子很大呀。爹，求您救救红袖，他才18岁啊！天剑宗号称大雍第一剑宗，门内有化神期巅峰的老祖坐镇，儿子手底下的供奉根本打不上去呀！求爹出手！天剑宗，大雍第一剑宗。当年那个在我炼气炉旁边帮忙扫了几10年炉灰，求了我3天3夜才赐给他一部残缺剑诀的剑童小骨他界的门派，现在也敢声称第一了。爹，您是说天剑宗的开山祖师是您的扫地童子？起来，跟爹去清理门户，我倒要看看小谷子的徒子徒孙是怎么抢我李家人的骨头的。古云峰，你这卑鄙小人！明明是你儿子在秘境中贪功冒进，被妖兽咬碎了灵脉，你却要强偷我的剑骨，你枉为一宗之主！一派胡言！李红袖，你一介商贾之女，资质平庸，若非偷到了我宗的洗髓剑丹，怎会突然觉醒先天剑骨？本宗主念你修行不易，只要你乖乖献出剑骨赎罪，我还可留你一条性命在山门扫地。爹，别跟这贱人废话了，快开阵抽他的骨头！
我的灵脉剧透无比，等我换上了先天剑骨，我就是大雍朝第一天才，天剑宗国少江州第一天才。既然你冥顽不灵，那就休怪本公主无情了。抽骨大阵，起！爷爷，太爷爷有变了。什么人，竟敢强闯我天剑宫！顾云峰，你个畜生，放开我孙女！放开我孙女！我李家老祖降临，今日定要你天剑宗鸡犬不留！爷爷，太爷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走，这里有护宗仙剑。傻丫头，太爷爷在，谁也抽不走你的骨头。你就是那个传闻中李家的隐修老祖李玄机。哼，就算你在外面有几分手段，但这里是天剑宗，你毁我护山大阵，今日你们谁也别想活着下山！请祖剑！开山祖师留下的无上神器，使出了裂天剑，就跑不命了！杀了他！爹，用祖剑把他劈成肉泥，让他们李家人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底蕴！李玄机，在祖剑面前，你区区凡躯，还不速速跪下受死！爹，这剑邪门，儿子拖住他！您带红霄快跑！过来！你是不是被吓疯了？竟然对我们天剑宗的祖剑发令施令！你以为你是谁？这怎么可能？祖剑怎么会臣服于你？当年小谷子天天缠着我说扫路会太无聊，想要个趁手的扫帚。我一时兴起，为了边角料给抬手捏了这把尖利工具。这把扫帚竟然被你当成了祖宗工具，连刃都没开好的破烂也敢拿出来丢人现里。太上老祖！开山祖师的亲传大弟子，真杀你这个妖人！妖人！何人竟敢毁我护山大战，弃我天剑宗无人？老祖，你终于出关了！此人名叫李玄机，不仅用妖术夺了我们的裂天剑，还要灭我们天剑宗满门啊！求老祖出手镇杀他！李玄机，何方水匪也敢！主人啊！真的是您啊！小谷子临死前交代过，若是有一位容颜不老，能让裂天剑当狗的白衣公子降临，那就是咱们天剑宗的天，是咱们祖师爷的主子。这群不孝子孙有眼无珠，冲撞了老祖宗，求老祖宗开恩啊！祖师爷的主子，我们到底惹了一个什么怪物啊？规矩坏了，留着这宗门有何用？金山，爹，儿子在。从今天起，大雍朝没有天剑宗了，把这块地盘收编进咱们李氏商行，改成个采石场。至于这对父子，把他们全身的骨头敲碎，扔去采石场挖一辈子石头赎罪。好嘞，爹，儿子这就去办，保证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丫头，
这破烂扫帚以后就留给你削苹果吧，我们回家。爹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你可得给老六做主啊！药王谷的那帮欺世盗名的庸医，欺负到咱们李家头上来了。说吧，这次又是你哪个不争气的孙子？老六是那个从小就喜欢抱着真神农本草，后来开了个济世食堂的刘。对，就是那个一根筋的以沫吃。今天药王谷的少谷主孙无疑，带着他那个号称活死人肉白骨的招牌，堵在咱们济世堂大门口，非要跟老六来一场生死斗一。病人是当朝掌管天下兵马的镇国大将军，他中了传说中无可药可解的九幽冰火蛊，命悬一线。孙无极放话，若是老六治不好，就必须当着全城百姓的面砸了济世堂的招牌，并且交出咱们李家祖传的天宫一剑。庸医害人，谋财害命，嘎嘎，砸他狗头！九幽边火蛊，这破名字谁起的？听着花里胡哨的。也罢，冬天骨头缝里发了，就当出去散散步。看看这后世的医术到底到了是什么地步。好嘞，爹，您一出马，别说大将军，就是阎王爷今天也得在旁边站着排队备车去济世堂。这蛊虫已经钻入心脉，寒热两股极端的毒气交织，若用猛药驱蛊，大将军的心脉会瞬间爆裂。怎么会这样？医书中根本没有记载这种毒啊！你不是号称皇城第一圣手吗？怎么连区区九幽冰火蛊都束手无策？这可是我药王谷独家培育的绝顶灵蛊，除了我手中的阴阳调和丹，这世上无人能及。大将军的命可等不起了，赶紧把济世堂的牌匾摘下来批了，再把你们李家的疑点双手奉上，否则大将军若是咽了气，谋害朝廷命官的罪名，你李家担得起吗？李大夫医者仁心，可惜遇到了药王谷这种蛮横的隐世宗门，这分明是药王谷设下的死局，故意拿大将军的命来要挟李家呀！好，只要你能救大将军，我砸了招牌，退出一界。站着！让，都给老子让开！大庸首富出行，太爷爷驾到！太爷爷，孙儿给您丢脸，这蛊虫实在太过诡异，孙儿医术浅薄，救不了人。你做得很好，医者当以人命为重。至于这所谓的诡异蛊虫，这就是你们药王谷引以为傲的九幽冰火蛊，用2条基因突变的泥鳅，就能把你们这群庸医忽悠得凤为鸡肋。哪儿来的黄毛小子，竟敢大言不惭！这九幽冰火蛊乃是我药王谷历经3代谷主耗费无数天才地宝培育出的灵物，你敢叫它泥鳅？800年前，我在昆仑山顶的一处寒泉里养了几条锦鲤，因为寒气太重，锦鲤总是不活。我就顺手抓了几条喜欢在火山岩边上蹭痒的红泥鳅扔了进去，冰火交替，这泥鳅变异后不仅能在寒泉里活下来，还能给锦鲤当清洁工，稀释它们鳞片上的污垢。这小东西叫红蓝搓澡捏，它钻进血管里根本不是为了摄魂，是因为他觉得这人的血脉太堵了，在里面疯狂搞大扫除呢。大将军之所以抽搐，是因为这泥鳅干活太卖力，搓澡搓得太疼了。搓澡缺？太爷爷，您是说这让天下医约束手无策的剧毒之物，是一条搓澡的泥鳅？满口胡言的疯子！我今天就撕了你这张嘴，让你知道得罪药王谷的下场！青灵。
庸医破防了，庸医急眼了，嘎嘎，搓澡泥鳅当神药。小红，别搓了，开饭了。哈哈哈哈！痛快！老夫这几十年的旧伤暗疾，怎么感觉全通了？这通体舒适的感觉，简直像是脱胎换骨啊！神迹啊，真的是神迹呀！困扰了太瑶千文院半个月的奇毒，竟然真的被一片白萝卜给引出来了！什么九幽冰火谷，原来就是一条贪吃的搓澡泥鳅！不可能！这可是我药王谷的镇谷神主啊，怎么会是一条泥鳅？一道乃是逆天改命、救死扶伤的无上大道，你们药王谷把一条清洁工泥鳅当成神蛊来四处招摇撞骗，简直是败坏了医者的名声。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药王谷的谷主，当年我传授他祖上那点七毛医术，是为了悬壶济世。他要是再敢拿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出来害人，我就亲自去把他药王谷的药田一把火全烧了，让他去街头讨饭。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！我一定原话带到，药王谷再也不敢踏足皇城半步了。多谢老神仙救命之恩。从今往后，老神仙但有吩咐，末将这10万大军，愿为老神仙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大将军客气了，这可是我们李家的老祖宗，以后在朝堂上，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啊！老六，医道无涯，今天的事全当给你提个醒。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别被那些高大上的名字给唬住了。真正的神医，敢于直视任何本源。素儿谨遵太爷爷教诲，太爷爷的医道，素儿这辈子都学不完。金山，走吧。这世道怎么连条泥鳅都能出来当神仙了？真是无趣的很。